在灯光闪烁的咖啡馆里，季星和韩婷坐在靠窗的位置，外面的世界是喧嚣的，但这里只有他们的对话声。我们只是不一样的两个世界的人，季星低声说，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。韩婷看着他，眼神坚定，但我想给你的是我看到的世界。这场关系开始得很突然，韩婷的直接和决断让季星在他的世界里快速成长。不同于他之前浪漫的爱情，韩婷给他的是实实在在的关怀，无关节日，只关生活。每次的约会，他都会带他去见识新鲜事物，甚至在职场上，他也是他的导师。曾迪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刀子，割开了季星对这段关系的信任。他得知韩婷背后的企业动机后，内心的疑虑开始蔓延。我以为我对你很重要，原来只是你战略里的一个棋子。季星的声音带着哽咽，他的眼中充满了失望。韩婷沉默了，他知道无论他说什么都无法立即消除他心中的阴影。他们因此分手，季星离开了所有与韩婷有关的一切，包括他的工作。韩婷喜欢季星，却被季星虐得很惨。10年前，短信告白没收到回复，韩婷对此一直耿耿于怀。10年后，韩婷在商业上布局，和季星有了些许冲突。季星二话不说，分手、辞职、走人，玩失联。季星走得潇洒，可直到分手他都不知韩婷为了和他在一起下了多大一盘棋。韩婷急切地见双方家长，确认他俩的关系，都是因为韩婷内心深处极其惧怕失去。韩婷原本是个开朗爱笑的小男孩，却因为父母意外去世后变得冷情淡漠。高中毕业后就被送去国外，独自一人生活、学习、创业。他虽有显赫的出身，却没有可以倚靠的后盾，他能依仗的只有他自己。他若不狠，地位不稳，所以哪怕后来韩婷和季星谈恋爱变化很多，但狠辣心机的内核依旧莫变。爱情重要，但多年来他千辛万苦打下来的江山更重要。韩婷是个让人胆寒的上位者，而季星却恰恰相反。季星在一个特别有爱的家庭中长大，他不缺爱，所以极其具备爱人的能力，这也是季星吸引韩婷人缘非常好的根源。季星善良直率，在曾迪公司遭遇不公对待，他果断辞职，坚决不给三观不合的公司卖命。创业时，他在资本规则范围内，尽可能的给更多人撑伞。他想创造一个不一样的职场生态。在季星的内心秩序里，制度重要，但人情更重要。季星是个极致理想的梦想家，所以当瀚海和星辰的竞争不可避免之后，韩婷慌了。以他对季星的了解，他敢肯定这关难过。所以向来沉稳的韩婷，在季星没有准确得到老爷子的认可时，就迫不及待地带他去见家长。韩婷企图通过这个行为加深和季星关系的烙印。我们都是见过家长的关系了，你得对我负责，无论以后发生什么，你都不能反悔。韩婷恐惧失去，他在给季星提前做心理预设。父母的意外他无能为力，但季星是他惦记了10多年，好不容易求来的缘分，他贪图季星身上的光，他害怕季星知道真相后离开他。从小缺爱的韩婷实际上很没安全感，人越没有什么就越想拥有什么，所以韩婷对于能抓在手里的东西一直都是势在必得的。他走一步看3步的做派，无非是想通过绝对的掌控来尽可能的排除意外，这是他独属的获取安全感的途径。但这招对季星没用。季星很有契约精神，对于盖过章的事儿他会遵守，但若三观相冲，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。被爱呵护长大的孩子很少惧怕失去。韩婷在布局事业版图，季星却怀疑他对自己的感情认知不在一个层面，两人南辕北寨，分道扬镳是必然。但我依然佩服韩婷，他明知季星直肠子的性子，但他依旧在慢慢的教季星，让他变得日渐强大。韩婷害怕季星离开，却一直在帮季星增强他的底蕴和筹码。爱人如养花，韩婷并没有因自己的恐惧而拔掉季星身上的刺。季星这朵玫瑰，唯有在韩婷这儿才能花开不败，灿烂如海。爱是合适，韩婷说得很对。时间如同流水，带走了许多，却带不走韩婷对季星的情感。分手后，韩婷多次试图修复这段关系，但都被季星决绝拒绝。直到那一次，季星陷入危险，韩婷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。在那冰冷的仓库里，他为他挡下了致命的一击。医院的病房内，季星望着昏迷中的韩婷，心中的冰层开始融化。或许我从未真正理解你的爱。当韩婷睁开眼睛，看到的是季星泪光闪闪的眼眸。他紧握她的手，如果爱是一场生死相随，我愿意再试一次。
他们的故事没有华丽的誓言，也没有不切实际的承诺，只有在风雨和生死考验后，更加坚定的相守。季星终于明白，韩婷的爱是真实的，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是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勇气。在那些曲折与磨难之后，他们终于学会了如何用真心去填补彼此的缺口。他们重新开始，不再是投资人和创业者的关系，而是两个懂得了如何爱的人。在经历了内摩多之后，季星真正投降了，不是因为失败，而是因为他深深地爱着这个男人。这份爱经历了考验，变得更加珍贵和坚固。在那一次生与死的考验后，他们终于明白了，真正的爱是在乎对方的生活，是在对方最需要时给予的坚守。